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立法委员陈亭妃，五哥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桃园市议员林涛，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大家好，但是我今天有点小意见，我被安排在这两位的中间是什么意思呢？是要我拔麦走人吗？OK， 对，那另外一位你不能拔。另外一位就是小玉讲，为什么会在林涛跟他中间呢？资深媒体人黄明，大家晚安，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粘合剂。两位没有状况嘛，对不对？没有，我好 ，OK， 三个一起，大团结，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每次这种画面一出来，大家都会觉得中间一定有什么事。对，中间一定有什么事。没有，连我都在怀疑到底有什么事，对不对？要不然不需要这样嘛？快速的见缝插针。好了，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公共议题的一些讨论，那每个人大家都各自有。其实你在我们的节目，你会发现到很多的公共议题合各言而至，好不好？那尊重大家每一边的一些说法，但是公事不伤私谊 ，OK？ 那总会是这个样子。那今天看起来的话，对所有的国人来讲，你当然还是一样，你会关心的，包括柯文哲主席，当有许富顺、当郑淑馨他们出来爆了这些料以后，当陈佩琪他也强力的反击了以后，这整个案的未来会怎么样？好，今天在媒体上看到一件事情，一善是郑淑馨说他收到纯正信函，没错，他把它抛出来给大家看，还讲了说，那你们他说大家来帮他送饭吗？没有那么快，是没有那么快。纯正信函啊，这律师在这边，纯正信函通常是律师发给当事人一个函件，说如果你不怎样，我就提告，所以是警告性质比较多啦。所以他这个还没有正式提告。陈佩琪不是说24小时要提告吗？怎么只寄纯正信函？事实上他们是为了111嘛，定勾机嘛，定勾机找了郑淑馨来定勾机嘛，不敢提告，但是总是要做一些动作，把纯正信函当作文宣再发嘛。你相信我，他现在内部群组已经传满了这些寄给郑淑馨的纯正信函，就是说你郑淑馨抹黑，你郑淑馨乱讲啊，这件事情作为他们动员111的很重要一个利基跟基础嘛，都是绿营抹黑、司法迫害。当然，这个对于民众党的动员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但是郑淑馨怎么讲？郑淑馨的话到底实不实在嘛？我2014年亲自参与，郑淑馨还讲了一句话说，我们那时候柯文哲说，你们不要让陈佩琪当成吴淑珍第二，因为所有的钱都跑到吴淑珍那边啦。那陈佩琪到底是不是吴淑珍第二呢？因为这句话我有听过一次开会的时候，柯文哲说，你们再去找柯妈妈，你们再去找陈佩琪，杀无赦啊，杀无赦就是跟你就滚蛋啦。但是呢，大家都还是去找陈佩琪啊，因为找陈佩琪才能要得到钱啊。2014年陈佩琪就是大账房，这情有可原，因为2014年柯文哲没有政党，是无党籍的候选人，所以你在政治现金的前段，你要不要出选？要啊，要跟民进党整合性出选啊，就要花钱啊，就要募款啊，这些钱是谁来管？是陈佩琪先接手用了他的私人账房在做管理嘛，到最后到4月25号，才因为跟民进党谈出了一个整合式民调的办法，才去办了所谓拟参选人的账户嘛。那这个政治现金的账户，你就可以进到账里面去做正式的办理，才有一些管理的规则嘛。所以第一个问题，陈佩琪就要回答，到底在4月25号之前，2014 4月25号之前，你有没有收政治现金嘛？而到最后，你有没有报到政治现金专户嘛？这第一个问题嘛。在政治现金的期间，你有没有拿现金回到家里面？这是许富顺跟郑淑馨都说他们都有听到，都有亲自看到嘛。那你有没有拿到现金？说真的，现金临时搬回家也不是不可以哦，就是你第二天可不可以，或者1个周内，你有没有报回政治现金专户嘛？只要有一个人举证说没有收到收据，只要有一个人举证说我有捐款了，你没有给我收据，或者是报到政治现金专户，这个东西你就不能告郑淑馨，也不能告许富顺了嘛。确实就有钱拿回到你们家里面去，而且没有报政治现金专户，所以要告的可能性非常的低啦。因为今天也有一篇文章说，陈嘉宏写的那篇文章就是政治现金的漏洞。说真的，一般来讲，所谓的立委也好，县市长也好，很少人会把现金放在家里面，因为通常反而危险。因为除非很信任
啊，那我第二天再把它搬到就汇到所谓的政治现金专户，否则如果不信任的话，你也不知道捐款的那个人会不会到处讲说你收现金嘛。尤其到了6都的选举，那个媒体的焦点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捐款人到底你信不信任的情况下，会不会到处去乱讲？我2014年，那请问一下，那晚上参会如果是晚上的参会，那个万一有人就是要抖内现金呢，那怎么办？所以通常这种募款参会，郑淑馨为什么说他会去到现场？因为通常就由郑淑馨去处理，然后我最后会报到政治现金专户，然后把所有的捐款的证明给这些相关的捐款人，然后会有一张账单给柯文哲看嘛，那一天的参会有多少人捐了多少钱，账目你会看得到，但是钱你尽量的不要经手在自己的手里，这个东西叫做你自己拿了钱，你碰到那些钱就叫做那瓜田李下，你就很难去逃避，尤其在这种大型的选举里面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你也有可能是敌人故意拿一笔钱，然后说你拿了现金啊，他说你没有报账啊，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柯文哲事实上就在干这种危险的事情。2014年就不要说嘛，2014年所有的账，你现在还可以拿10年前的收据，是因为民进党帮你管理好非常好的一个政治现金的专户，公账的部分我们可以帮你说明，但是私账我们没办法帮你说明嘛。但是2018年或者是到2024年这个阶段，起诉书里面的很多的内容，你就拿不出单据来证明说你有收了这些钱，这些钱真的进到民众党。谢国良国民党就是200万，现在民众党也还拿不出证明嘛。你为什么拿不出证明？这些钱跑到哪里去？就表示你有收现金嘛。那有收现金的情况下，你才会被所谓公益侵占罪去起诉嘛。所以这部分这个陈佩琪没有办法说明，但是他利用告郑淑馨这件事情来做111的动员嘛。那有硬的有告的，当然要有软的嘛。所以他在脸书里面今天也感性发言啊，思念老公。说真的，老婆思念老公合情合理。他说你要好好过日子，是柯文哲在被羁押之前跟陈佩琪讲的话，我们觉得合情合理。但是他突然讲了一句，柯文哲好像有失智症的前兆，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不是故意埋了一个梗？这个梗就是未来法庭攻防。我们都知道柯文哲很多法院法官问的话，都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情。这样的情况下去推诿卸责嘛？那推诿卸责是不是埋下了说我就有失智症的前兆，来作为说我未来在法庭攻防上面，甚至是交保上面的一个很重大的理由？这个东西我们未来可以看，但是你说你老公有失智症前兆，大家会相信吗？在中央委员会，他表现得很精明能干啊，碰到学姐还说，你会不会被转成被告？你直播的时候讲得清清楚楚啊，所以你在外面的表现，你就不是一个失智症的老人嘛。所以陈佩琪这番话还是在感性动员所谓的111的动员，而111的这样的感性动员到底有没有用？我觉得四超猫很坏。四超猫在陈佩琪感性发言之前，他用了曝光了柯文哲在那对话里面记录说他要性感的女版8家将，也许这个才比较有用啦。说真的，小草很多的来参与这个活动，都已经不是为了柯文哲了。整个民众党在动员这场活动的时候，很多都是为了1月19号的中央委员的选举。他们最后帮柯文哲这一把，帮这一把的目的是要巩固新的领导核心，继承柯文哲最后的遗产。那1月19号之后，到底民众党人会不会再理柯文哲，我们就看下去。小雨，第一个看起来那个许富顺跟郑淑馨2个人是不太担心被告，因为他们都具名讲。其实有真的还是会担心吗？因为那个我听淑馨姐讲说，那个许富顺啊，他自从这件事情，他瘦了3公斤这几天就瘦了3公斤。他就说许富顺医师看起来是比较不能说胆小啦，但是就是我认为就是说，你毕竟跟老师跟你曾经尊敬的老师现在对杠的状况之下，我觉得心情难免还是。可是当初PO这个的时候，心里应该有谱。一定会面临到一个是政治上的效应，对，另外一个就是法律上面的效应。确实。那现在讲法律上的效应，郑淑馨收到，因为我还没有看到许富顺医师有PO说他有没有收到纯正信函这些。可是看起来，反正如果照刚才易善的讲法是，这个纯正信函不见得是真的要去告人用的。好了，反正这纯正信函各位刚，你只要有看到这里面就讲说一样啦，就给你24小时，好不好？那就你所说的不实的所有这些东西，请你说哪人事实地物有谁什么的，类似这些。那第一个，
这些你也觉得他的目的是为了累积在礼拜六111那个能量，所以要发这个吗？不见得真要拿来告。可是陈佩琪已经说要告啦。那如果要是真的没告，以后会不会每一天，你知道记者朋友像刚才在马路上有人要堵那个陈佩琪，要去问这个问那个，会不会就天天问？那你到底要不要告？就像蔡壁如要告北检，也被大家追着一起问。那一定要这个样子吗？所谓的失智老人前兆这一段，你的判断也是为了未来在铺梗吗？因为大家印象当中，像阿扁那个时候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好像讲有手抖啦，什么很多这一些的状况，柯文哲是他们在铺这个梗吗？你觉得？我觉得我好几个问题啦哈。第一个就是说郑淑馨的部分哦，他有讲啊，就是说他自从这件事情曝光之后哈，有蛮多当时的这些金主，其实就是他扶轮社的朋友啦哈。那还有凯校的朋友，就是当时他不外乎就2块嘛，一个扶轮社，一个是凯校，然后都有来帮忙这个募款的部分，还蛮多人打给他的，都愿意出来作证。所以就是说他还蛮有自信的讲说，如果这个陈佩琪真的告他的话，那其实是自找麻烦啦。那你如果这样讲的话，难道陈佩琪他们不知道？因为郑淑馨当时扮演什么角色，大家都知道嘛。对。等于算是不管说是财务长或是募款的执行长，对。他难道不知道他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吗？所以你现在说告，如果你真的告下去，后面会不会麻烦更多？所以大家在研判说，他这个纯正信函有点类似像恐吓性的意味啦，就是我恐吓你，也恐吓其他人啊。他这个纯正信函有点类似像恐吓性的意味啦，就是我恐吓你，也恐吓其他人啊，就是说，如果你再出来讲的话，我就是我一样的那种司法手段，我会来告你这样。但是就是要看他后续嘛，因为只是纯正信函嘛，但是后面到底有没有告不晓得。但是我会觉得说，给他献策的这个人哈，我们当然大家都比较指向是陈智菡，我觉得如果真的是陈智菡献策的话，那他这个有问题，因为陈智菡是2020以后才加入的，你怎么会去知道说2014以前到底这些什么事情？但是看起来陈佩琪也上了这个车，所以我认为说旁边献策人是说，你赶快那个纯正信函，就有点像恐吓的一个意味了哈。那回过头来，那我觉得就是两面手法嘛。他今天就发了这个脸书嘛哈。那当然这个脸书我必须讲啊，如果说你撇开案情不谈的话哈，5积分。这个作文5积分，真的，我觉得非常的感人啊！这个情感真挚，文情并茂，真的间谍情深哈。那不愧是这个马公的才女啦哈。那他当然写，包括就是说从柯文哲12月27号回来之后呢，他就娓娓的道来讲一些这个柯文哲的状况嘛哈。那包括就是说，他包括柯文哲讲的话啦哈，我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心中充满仇恨啦哈，停下脚步反省人生。那甚至哈，我就感动的是有一些啦哈，包括就是说他去看他的爸爸柯爸爸啦哈，然后甚至就眼眶泛红啊哈，然后他婆婆还跟他讲说，那柯文哲只有当时陈佩琪在开刀得肺腺癌开刀的时候，才有这样子的这个，等于说柯文哲等于说是意志蛮坚强的人，他会流泪哦，就是都是这种亲情啦哈。那另外他还有讲到说哈，就说当时他们这个算是去看柯爸爸那一次，等于说那个要回来这个开接押庭了嘛哈。他说啊，就这个柯文哲突然接到电话，然后呢，陈佩琪说他心中有不祥的预感啊哈，那个婆婆就赶快买东西啊，就给柯文哲在车上吃。然后呢，柯文哲说他只有回家5分钟可以换一个衣服。然后这一段特别的感人，这段一定要原文照念一下。他说啊，我一直哭着问，不能吃过饭再走吗？他说他现在啊是被囚的状态，不能待在家里了，叫我拿套衣服给他穿。本想让他穿上次的那个交保的那个白色夹克外套，祈求顺利。但是他跟我讲说，今天晚上可能要穿一个这个可以穿起来睡觉的衣服就好。然后最后呢，要走的那一幕啊，他讲说呢，柯文哲就亲口跟他讲说，我这个人是不会讲肉麻话啦，但是你要一个人过日子了，你要好好的过。哇，坦白讲，真的，我必须讲，就我们大家都不要先讲说有没有要铺梗什么，你都不要去想这一段。那夫妻之间在那一刻，好，以一个当律师的角度看过很多的一些的案子，当事人之间确实有很多。陈佩琪是能够把它完全表达出来，在那一刻
那种生离的感觉。所以他的文笔超级好的。好，那我就3点结论了。好，第一个结论我当然是认为说，好，我们又回到残酷的政治现实了。他这一点一定是写给依依、小草这些看的嘛。你看，哇，这篇那个脸书发文之后，哇，所有社团都疯狂转传哦，都会觉得太感人了。哇，这个赖政府真的太没人性了这样子哈。那第二个啦，哈，我这段我要跟陈志汉喊话。这才是真正的鲑鱼体，好不好？你看文情并茂，这个写的这么的好，情感真挚。所以你从陈佩琪藏起来那个鲑鱼体，他不会去写什么王八叉叉的那个，不会啦。所以我说陈志汉，如果你要帮他操刀，因为我相信就是陈志汉帮他操刀，你也学一下真正的鲑鱼体是长这样，好吗？好，这个是讲给陈志汉听。第三个我真心认为说他为什么突然发这个文，我还是觉得他是针对那个许富顺跟郑淑馨他们最近引发出来的一些效应。因为这2个人他讲的这件事情已经不是只有柯文哲了，他是直接烧向陈佩琪尤其郑淑馨，他是讲说他把700万当时是拿到柯文哲家，为什么？因为柯文哲跟他哭诉嘛，就说他现在很烦因为这个初选的时候他又没有知名度，募款成绩又不好，然后已经负债700万了，那陈佩琪一直吵着要跟他离婚。我跟你讲，这个心情都可以理解啦，因为你也不知道你先生到底会上还是不会上，然后好好的一个工作，你不就是个医生吗？对，你就在家好好，你就当个医生就好了。结果竟然负债700万，那所以这个郑淑馨说，他当时的心情就是说，让柯文哲能够好好的安心的选举，所以他帮他打包票，说我帮你负责这700万，同时拿到他家，还要去做婚姻咨询师，然后跟陈佩琪讲，所以他把这个钱是拿给陈佩琪的好，那第二个了，他有讲到说，当时那个柯文哲有跟他讲一句话嘛，就说就说不要让陈佩琪变成下一个吴淑珍，那所以后来才要求说陈佩琪就叫许富顺去把陈佩琪的印章跟这个存折拿回来，结果没想到后来变成的那个反应是陈佩琪跟大家抱怨说，每个人都在抢我的印章跟存折，那就是他讲这个话，当然就是对陈佩琪的杀伤力很大嘛。所以我认为说他开始去发这个文就要赶快转移焦点，好，就完全不跟你谈案情，不跟你谈我收钱，然后直接就是去讲说讲这个夫妻间谍今生。最后我要讲了他这边为什么今天会突然有个失智老人？因为他突然就讲到说，当时柯文哲面对这个媒体的状况就说以前都是什么思绪流畅滔滔不绝，侃侃而谈那都是要幕僚在讲说时间到举牌才会打住，结果没想到那一天的表现，看着就像失智前兆的老人一般，词语卡卡，舌头打结不知下句如何接上句甚至用字遣词还要努力从脑海的资料库寻找。他把他这个病症写得超级明显确实不可否认，那一天柯文哲在家门口面对镜头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他一直在清喉咙这样子那所以他把他的这个失智症都已经先铺陈好了。那不要忘记，当时柯文哲在做阿扁的主治医师的时候，他讲过阿扁的装病说，他说阿扁一开始是装病，然后后来才是真的。因为这件事情当时陈昭姿在内的那个医疗小组他被柯文哲除名他觉得哇你欧北共这样子。就现在哇，你大家才会怀疑说，你当时这样讲阿扁装病那你现在这个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这个装病的一个前兆？我觉得他这个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他也是预留伏笔。OK， 姚明我每次要讲清楚全文。姚明当替代役的时候，在北所服务过。是，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要真的在北所羁押一阵子以后，那个反应跟包括讲说看阿北的这个反应，基本上是不是这个样？那但是不管怎么说，从你说许富庸、郑淑馨，然后刚才小玉的解读是，因为那个火可能会烧到陈佩琪了，所以现在不只是一的能量动员要准备这些，甚或要想到的是再往后，如果检方还有什么动作的话，至少不要家人都被牵扯到进来，就像陈佩琪。这些都是在这整个，你看这最近这一阵，包括发这个脸书这些，都是这样的一些考量吗？当然，我觉得如果以这个郑淑馨、许富顺医师，他们这个是比较是他们主动去引战，是那陈佩琪那个叫防守，然后所以呢，包括发纯正信函等等的。当然，这个你说有没有对这个礼拜六的活动有这个某种程度让他们能量可以再爆发？是有的，一定有吧？因为它变成是一个这个所谓比较戏剧性的。你看它的内容，那个纯正信函的内容，它大辣辣就告诉你说，你讲的都不实，你们都是栽赃抹黑或什么。最起码让所有的支持者知道，我敢大声的说我要告你，不管我以后什么时候告。而且我必须讲啦，就是说，不管今天这个他们指控的内容为何，至少他们举的那个案例，他确实很快的就在监察院查到了那一笔资料的收据，
然后呢是而且有申报的。那这个我觉得，你看，比如说我们讲这一次柯文哲有很多的政治现金问题，就是在于没有申报。那他当初你看每一笔有记录有凭有据啊，你这个真的不能胡乱指控所以我必须说，刚刚小玉也提到许医师的部分，因为他举的例子被翻转了。所以那一块就是史书华那块，对，就是他那一块10万块，就是有申报啊，有收据啊。那不管史书华说他一直没收到，对，那问题是许富正你没有善尽查证的义务，因为那个东西你知道一般人进到监察院都可以去查，所以可是你在没有做合理查证，你就把它揭露，而且呢还做了一个公开指控，所以我才说这个是许医师比较居于劣势的地方。可是史书华后来有去挺那个许富顺，他说他是真的没有收到，而且许富顺还讲另外一块，许富正说他是这个东西讲证据的，可是许富正说他在车上是亲眼看到柯文哲收钱，他是讲2块。对，没有错，我跟你讲。但是小鱼姐，这一件事情我要支持阳明哥的说法。哇，你们2个人现在是对手下的，我拔麦了，不能拔，还没有签收。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许富顺跟这2位，就是这2位这个原本柯文哲医师的2个学生，许富顺、郑淑馨跟郑淑馨，我认为他们讲的其实根本就是一个跟这个所有的脉络是断节的。因为今天柯文哲跟陈佩琪在选举的场合，他要收任何政治现金，为什么要跟你交代？你不知道不代表来源不明啊，有很多企业家捐，他可能回头就有财产申报，就有这个真心申报嘛。所以重点是收了这些钱有没有做真心现金申报，而不是不能收这些钱。所以你看到说，要跟陈佩琪联系，然后把这多少钱拿回去，然后你就要影射说他收了黑钱，他财产来源不明，然后这些钱是这个来源不明。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黑人家的。而且其实我补充一下啦，就是说像许医师他其实指的是说，有些钱你拿回去了，可是他拿回去之后，陈佩琪是不是后来又交给了进办？这个东西是有可能是他没有办法去这个完整说明的然后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有一些人就是说他们那个叫有些证件都会有所谓的窗口，他们拿到钱通常会拿给一个对口。比如说假设陈医师就是那个，我讲陈佩琪医师他是那个对口，可是他拿到一定额度的，他可能就会交给会计或什么去做登录，这个是谁哪一天。所以有时候是这个钱的处理方式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许医师他可能有点也许有情绪，但我是有查啦，他到2018都还是捐政治现金给他是一直还是给柯文哲，所以我才说在这个时间点，尤其扯到2014，其实像133在2014就是帮柯文哲打选战，他们都很清楚那时候的状态啦，所以我说现在的案情是在2024，你去扯到2014，老实说也没有必要，可是你说2014有没有问题？这个当然我是支持，可是他们都说什么可以找得到有证人愿意出来作证，不管证。但是我觉得可以去查，比如说有人说什么什么柯文哲车上很多钱啊，我亲眼看到。那问题是你有没有去你没有参加那个竞选总部里面，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申报？这是2回事啦，这2回事。所以我才说，就这个事件来讲，我觉得陈医师他们在对抗的过程里面，反而是这一些，如果你今天不讲木可这些东西的话，反而是处理的比较明快的。那当然，你提到说这个在监所里面那个关押这段时间，一段4个月，会不会有一些这种反应这个缓慢啊，或者什么？会。关押这段时间，一段4个月，会不会有一些这种反应这个缓慢啊，或者什么？会。尤其我觉得对有野心或政治人物，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进到监所之后，很快的白发。通常是我还不是讲那种就是平常就有白发，他是靠染发才有那种黑发的公众人物，不是很多原本就是黑的，但是进了监狱一段时间，大概1个月不到，就是满头白发的。这种案例是蛮多的，所以你像柯文哲他现在也是满头白发的状态，我是觉得那个至少在意志的消沉方面，柯文哲他应该是有某种程度上那个叫心智上的那种磨练。可是如果这样的话，对陈佩琪，当你已经直接把它援引出，感觉上这叫失智症的前兆。这个我不认同啦。对啊，为什么？因为他在那个会议直播那一段，包括后面的那个跟很多他们党员的互动，我觉得很自然。那个就是大家熟悉的阿北。是啊，而且那一段直播里头，连那个图利罪那个公务员，他觉得公务员不会故意做违法的事，然后以后公务员谁还敢？
那一段我们就讲说，你那段讲出来就是在解释图利啦。所以显然那个逻辑跟思维来讲的话是 OK 的。对，所以我不认为，当然，也许他是跟家人的互动有一些特殊的状况，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这是他们两个私下的状况互动嘛。那但是我觉得从柯文哲，尤其像我记得第一次接押庭的时候，那个接押庭哦，黄国昌出来讲，他也说柯文哲有些反应是顿顿的，可是后来到了后段深夜的时候，那时候张启凯委员出来讲说，他说柯主席越讲精神越好，然后呢反应越快，那时候就已经有在讲这样的，所以我想柯文哲有时候可能是你知道就是很久没有面对那个满满都是人的这样的一个群众的场合啦，所以那医生是。那2014年你们都是一起帮忙的那些，对，所以刚刚讲到，包括许医师，包括郑文馨，如果要真的要找一些证人的话，以你自己当时一些经验，或你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人，因为你常会在节目上面去讨论到这些，有没有人会要跟你接触说没有关系，那我们大家都出来证明过，有碰过这样吗？2014年之后，我就听到很多上任之后，尤其两岸一家亲，因为我们一开始的金主都是独派的金主，他们对两岸一家亲都特别有意见，所以一些独派的金主对于2014年一些状况所谓的拿钱没有收到这个账单的事情多所抱怨，但是他们不是因为说你没给我账单呐，其实比较多的是你柯文哲怎么可以背叛整个的绿营的理念嘛？两岸尤其是两岸一家亲，所以他们在乎的是理念，而不是有没有收到这个账单。是因为最近的很多人看到说，真的有收现金，而且不只是民进党嘛，2014就是民进党嘛，现在都是因为蓝白合的这些国民党的金主啊。我说妙天这1000万就好了，当然他有到新故乡协会啦，但是妙天真的是要给柯文哲去弄智库的吗？不是啊，他是因为他是国民党员，很多的老国民党员真的很想要蓝白合，结果你柯文哲还撕毁协议，所以很多那时候我们在 Excel 档里面看到很多的金主被叫去检调问，说我捐给柯文哲，其实很多的目的叫做蓝白合嘛，就是柯文哲撕毁协议之后，这些人进到法院说没有啊，捐给你政党，就不会帮你去。讲白一点，我也没必要去说谎话嘛，因为他们都是证人，所以就证实了柯文哲有私底下收现金的行为嘛，所以我们才让这些原本的绿营金主说，你国民党，你柯文哲不只骗了我们，你连国民党都骗嘛然后另外最可恶的是，你撕毁协议的时候，你的斗内也好，你的QR 扣码也好，折扣码也好，撕毁协议之后，连小草你都开始骗，进到了木可公司，公益侵占6000多万，这些钱本来是要给你民众党，你即使柯文哲不再选了，也是要给民众党继续发展用的啊，怎么可以变成是木可公关公司的钱？所以我说柯文哲全台湾蓝的绿的都骗过一轮嘛，国民党出来讲了之后，现在为什么很多绿营也看不下去，要出来讲这件事情，是因为全台湾都被柯文哲骗了一轮了。前面就你们再来看，刚才讲所有累积的能量为了111，而111你看那个订购给海报是赖清德在中间，所以现在所有的意思就讲说都是赖清德，然后司法迫害是源自于是赖清德要发动，像他们讲说不只是针对柯文哲，是要把整个民众党团灭，类似像这些。可是现在跳出来的，不管说你说陈灿帮陈佩琪去回应那个许富正他们的那些话，或是讲这2天出现那个什么死期说，所有像这样的一些的东西，这些对整个能量，他们的能量累积，或是小草会因为这些会觉得，都已经讲成这样了，为什么你们还要跟我讲是这种说法？这跟赖清德有什么关系？你觉得那个消长之间会是怎么样？其实如果说要去动员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些所谓的活动，他一定要找一个这个最有目标性的，所以他一定要找赖清德总统嘛，因为光那个画面出来，他就是把所谓的一个政治破坏很直接，就是强化了他的一个正当性，他一定要找寻一个活动要能够成功，就是说我有没有正当性嘛？你没有正当性，大家会觉得你欧北乱呢，所以他就是一直把它变成是一个政治迫害。重点是连民众党自己都在内乱，那你会觉得说？你说蔡壁如跟陈哲瀚之间，到底谁陷下北于不义啊？这些对，就是说你自己也在乱，你自己也不断的在这个媒体上制造一些声量，而且这些声量是会让大家觉得说，你今嘛讲的到底是上讲的对，上讲是不对？你们现在不是应该更团结一致吗？可是现在为了一个中央委员的选举，然后你扯我腿，我扯你腿。
然后重点是你们扯的都是阿伯的腿，那你扯了腿之后，你又跟人家讲说哇司法不公，我要定狗机。问题是你们内部讲的就不一样，就好多种版本。那你要叫这些所谓要动员的人，要怎么去跟别人去说服说你一定要出来？那我相信今天所谓的失智这样的一个说法，一定就是在希望铁草这个部分一定要出来。你看，在这么短的时间，我们的阿伯就变这样了，一定。可是我要讲的是，如果民众党没有团结，你怎么再去号召第2元、第3元的人出来，让他们会觉得说，真的，你们民众党没有问题，在法律上没有问题，然后是真的因为是司法迫害，你就没有那个力道。我要强调是在这一块，就是说一个活动你一定要第1阶、第2阶到第3阶，那么才会有所谓的一个动员的一个态势。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会影响到我今天到第2阶要出去，我出去的那个感觉，到第3阶要出去的感觉，有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所以我还是觉得说，其实在一个活动，他们现在当然会用各种的方式去积极动员，可是，在动员当中，或许民众党应该要把内部的问题更好的把它处理好，可能会让更多人要去参与的人会觉得更有所本。OK， 我想现在看起来的话，除了你说许富顺医师、郑淑馨或什么，其实大家现在回头去看，包括今天还有另外一则新闻，说柯文哲在当市长的时候有没有讲那某种程度讲叫竹冲帮是吧？就是新竹高中同学啦，对的，高中同学啊，是不是也有一些的标案啦，或者什么类似这些？所以怎么算？现在大家是回头去再把所有这些，甚或当初大家不知道一些，也拿回来做检视吗？所以这个其实这个许富顺医师哈，这个我跟他有一面之缘，就在这一栋的外面录完影，他来录影，然后在外面我跟他聊一下，他特别把我拉下来，因为其实我要走了，他把我拉下来，跟我讲了很多柯文哲的事。那个时候哈，就我当时跟他互动的印象都是，哇，这个是 inside 的。柯文哲身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生，他帮柯文哲处理亚东医院啊，医界资源调度，因为疫情期间嘛，这个非常挺柯。据我了解到2024，他都还是挺柯的。那这样子挺柯的人，也帮柯文哲处理很多私下调度的事情。到2024，就这次选总统，选总统，他还是挺柯，还是挺柯。那中间变化。那这个大妈老司机的变化是因为发现买了4300万的商办，他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对。那许医师有没有跟你讲他的心路历程改变？因为等于才1年，还不到1年呢。对，但而且大妈老司机现在是非常愤恨啦，因为他就是那个众诚公司嘛，他是大股东，对啊，现在已经回不去了。他就负责签名嘛。那许医师当然，据我了解，他手中还有一些东西。可能会在近日丢出来。OK，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过去都是柯文哲身边的人，如果你去告他原来可能说大家讲好，私下几通电话，安抚住了，这个事情传过水无痕，后面可能就没有。可是如果是真的曾经在你身边，以非常机密的方式帮你处理过钱的人，现在一一的，包括透过起诉书上的描述，或者是透过他自己主动出来讲话，都出来的话。这个没办法收拾，特别你去告他或者寄承认信函，不管是什么形式啦，只会让他局势一直上升嘛。代表其实不管是柯家人或是民众党，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是失败的。像今天讲到这个柯文哲高中的这些同学啊，他起诉书上有，但是这件事第一次爆出来是2个多月前这个张宇轩报的，就是柯文哲有一个叫廖彦伟的高中同学是建筑师。他原来没有包那么多北市的案子，2014之前好像只有一起案子，大概200多万来2000多万的，但是之后在柯文哲时期包了1亿9千万，然后他有捐款给民众党，好，当时是爆料是这样子的程度，但是在起诉书上，现在大家去翻那个8、9页的嘛，有人有办法取得，对啊，就赫然发现，里面有李文忠。跟说我跟廖彦伟开会啦，什么这个他这个现在有报到政府的案子啦，之后有什么需要资源的，就是有这样子的谈话内容。
啊，这个现在有报到政府的案子啦，哈，之后有什么需要资源的，就是有这样子的谈话内容。啊，放在起诉书上，这种东西迟早有朝一日会曝光嘛。啊，现在纸包不住火，大家都已经很多人看到各式各样的图片的版本了。好像这样子的东西出来，过去民众党出来就是一开始张宇轩的说法说，民众党回应啊抹黑啊，没有证据啦，人家是自愿捐款啊，他本来是同学啊。现在李文忠在卷证里面的文字是说，哦，应该就是有跟柯文哲报告的那一段赖的文字吧，被列出来啊。那这样子。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只有1，因为这只是30万。你说30万对119也是他的斗内政治现金是30万嘛，因为比例上显有不对。但如果又是现金的，如果又是现金的，这才是现在麻烦的地方。就像起诉书上，大家有看到这个之前的这个采丰公司，当然大家那个时候讲，采丰这个时候才出来啊。他这个公司其实要注意，他有合法政治现金，最下面那个35万、35万、30万。但是上面有200万呢，是做账给木可。他在这边的描述是直接汇过去。当然，实际上公司对公司可以去做假交易了，发票开过去就好啊。但是这有200万，就是这样子的形式。好像这类型的东西，其实在891页的这个完整版的起诉书，它有很多小小的段落。可能就是提到有一笔是这样钱，他也许没有对价关系，甚至他的额度，你说在300万一个合法的政治现金范围呢？如果是捐给政党的话，合法的政治现金范围，它是可以被处理掉的。但我们就要问，跟那个许富顺医师所看到，他现场他收那几袋钱，如果你当时没有收据呢？2014是这样子的情形，2018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后面到了创党的开始，2019年。开始越来越需要钱，这个时候柯文哲到底还有多少笔这样子的账？这种人际关系会不会因为像许医师这样出来讲的时候，其他人会想想啊，不对啊，我当初还有这种事情，我还是要帮柯文哲这样去处理的，帮柯文哲这样去介绍了。我看到郑淑馨这样子，我看到许富顺这样子，那我有朝一日会不会也被陈佩琪针对？他会翻脸不认账，因为。这些人是我牵来的，他会说：“人家现在都站出来了，那我是不是要站出来？”所以我认为这才是真正困难处理的部分。然而现在柯文哲人在里面是没办法处理，谁来处理呢？有没有智慧处理？我觉得这对民众党来说最严苛的考验。林教授有没有觉得那800多页的那个起诉书，尤其我们那时候就一直在讲，重点是后面的证据清单，对，那个证人说了什么？这2天爆出来的死期说啦，或者什么，或刚才讲那个竹中帮的柯文哲的同学有没有包这些，全部都在那个起诉书里头。应该被解密完的应该不到1/10吧，后面大概还有很多很多。所以当那些全部都出来以后，你觉得对柯文哲、对民众党，对于他们在巩固小草上面，还会有更大的一些杀伤力啊？不讲多，光一个死期说，你看这个死期说，对，当然那陈志涵自己有讲说，北检你怎么可以把原文拿去提供？然后有很多的媒体朋友说哈原文，所以表示那确实媒体讲的是真的，你讲过死期。所有的这些，包括现在大家再回头去看说那时候过程，他们那时候不是讲说他们的前秘书长陈志明有没有拿一些资料给陈志汉或者什么？陈志汉出来跟你说那都公开资料，可是这些会不会又引起另外一股的风波？基本上我们看到现在所有台湾民众党的人，现在每一天都是找人作对厮杀。为什么？因为通常其实我们看到北检过去的起诉是这样一直在出来，那人家就说，那会不会是你们这些幕僚？在跟阿北对话的过程中，也让阿北现在成为这个被羁押的理由嘛。所以现在所有台湾民众党的高层，他现在要面对1月11号，也就是这个礼拜5下午的游行，他要把那个气势再兜拢回来，不然怎么会营造一个司法不公的情势？那我必须说，这其实在1月11号2个非常清楚的论述哦。司法不公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支持。其实我已经发2次文了，就是我们在司法过程、司法审判过程不公的部分，我们当然要站在这个全民的过程、在野的力量。可是针对阿北自己的案件呢，你们要自己去说明清楚。你们的人会有很多人去吗？包括公职人员，不管立委或你会不会去？我们应该会有非常有代表性的人。有代表性的人。对。所以你又是声援，出声音声援。那个罗廷伟吗？我们应该会有很代表性。罗廷伟。其实大家拭目以待了，因为站在司法公义的过程中，我们还是要去支持嘛。所以那一天一定有大家
意想不到或是已经想到的人出现。好，那徐小新已经表态要那你去，要去了，看起来机会很高。那我们看到，其实过去我坐在这个位置上，看到那时候当时柯文哲主席他被放出来的那几天发了这个脸书文，我们不是在讲说他在重建社会的形象，那是他的第一步嘛。那今天刚才陈佩琪这一篇就是第二步嘛。你可以看到很清楚，他第一篇是写说上苍给他机会，所以心中没有充满怨恨，他是心存善念，尽力而为。然后第二篇讲的是说，现在有可能变成失智症前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我看这一段，就是他跟陈佩琪在家里说要吃饭，看起来是2到3分钟，他把细节全部写出来了。那个画面是很生动的。你要出去吗？还是要再吃一碗粥再出去？吃一碗饭，他没有讲粥，吃一碗东西再出去。你穿这件衣服上次会不会带来好运？不会被积压？不用，我晚上穿那件外套，我保暖就好。多感动啊！多感动！你们台湾民众党的其他的现在的高层坐领高薪，你们有办法写出陈佩琪这些东西吗？这些会让11月11号是有火种的哦。可是相对来讲，我们看到嘛。吴怡萱现在在贴出这个单据，在跟外界对呛嘛，因为人家讲说那个便当会的细节，那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现在就质疑，为什么你吴怡萱手上有这份资料？这份资料是谁给你的？那民进党会讲说，你又没有当过公职，是不是陈志汉过去在讲说公文夹带走了，还是现在的台北市的秘书长给你的？但是我觉得这很简单，为什么？因为台北市议员不是没有台湾民众党的市议员啊。这个市议员不一定是要什么公文、什么资料，有时候跟各局处，只要它不是密件、机密性的资料，要这些内容是很简单的。那这2件也不是密件嘛，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现在陈怡君跟吴怡萱对打这个，我认为啦，你只会让这个白银的这种感受度，就是那种悲钱程度再加一点。那你另外可以看到嘛，现在网红也在说，那你阿北跟过去的阿北就不一样嘛。你当时候大家去洗版在骂阿北的时候，结果阿北出来想说，你看看我的 FB， 各位攻击的留言太多，你们要处理，不然支持者就不上来，能否清除？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事必躬亲哦。可是在这过程中，你也会回想嘛，他以前柯粉出征是寸草不生我被塔绿班出征过，我也被白粉出征过啊，被那个柯粉哇杀，那时候不是君越王哇被杀。那你为什么叫他们不要留言？不然我也是隐藏的，但我没有隐藏很多，我就隐藏一些人身攻击的，其他我就放着。因为你可以看到我的留言，我几乎不删不隐藏，所以我觉得这所有的内容现在全部都针对到1月11。我觉得1月11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如果他们真的能用司法正义号召出人家走街头，我觉得还有戏看。可是如果今天1月11号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没有办法讲出一些深明大义，然后继续在北检这800多页的起诉书里面，针对你们让阿北的证词赖里面的对话，让阿北陷入更多的窘境，那也没办法怪别人。OK， 我不知道，因为陈佩琪已经发了存证信函，这个存证信函叫郑淑金他们24小时以内要澄清啊，要不然你就要举出相关啊什么相关的这些例子。现场的6位来宾，我不知道，廷飞，你觉得最后陈佩琪会告他们2个人吗？他一定要告啊！你觉得一定要告？他一定要告。那时候说要告北检啊，没有，我觉得没有告，因为蔡壁如的身份跟其实这个陈佩琪其实是不大一样的。他因为蔡壁如他可能会有一些其他考量，可是现在已经逼着陈佩琪他不告不行，因为如果不告的话，那就是真有其事喽。因为你已经寄了存证信函了，这个就是告与不告。他如果真的没有在你所要求的24小时内去提出相关的资料，或是能够这个对于这整个案子说得更清楚的话，那你只有告啊。好，你觉得他会告？一晨他会不会告？到底要告的是陈志涵还是陈佩琪？就要看陈佩琪的脸书，其实这篇就真的是陈佩琪，就感性发言，真的是陈佩琪写的。但是他前一篇我不觉得是陈佩琪写的，包含告人的动作总是陈佩琪发啊，但是告人的动作不可能是陈志涵帮陈佩琪去告嘛，一定是陈佩琪自己要去告，而陈佩琪就会考虑他自己现在面临的司法问题嘛。我一直都在说，所谓的财产来源不明罪，现在已经在侦办中哦，而财产来源不明罪最有可能被
证人转为被告就是陈佩琪嘛。那如果在涉及这些相关的案件进去之后，到底对于陈佩琪的官司有没有利？如果我是北检，我说真的，你去告啊，然后或者是这些相关人，像那个郑淑馨，他也说去告啊，因为告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叫做并案侦办嘛。那并案侦办，郑淑馨就变证人啊，他们只要举证说真的有这个事情，那你到底这些未来财产来源不明罪，变成是你陈佩琪自己要去说明的哦。如果陈佩琪无法说明这些财产来源不明罪跟郑淑馨跟许富顺讲的这些事情有没有关系，如果你们要办法举证没有关系的话，有可能就变成是被告的身份会变成转成被告。不要忘记了，还有他的2个儿子，2个儿子女儿，他的儿子跟女儿在其他的800多页的起诉书里面都有他相关的角色嘛，所以我一直说陈志涵害了陈佩琪嘛，你不应该去告郑淑馨，不应该去告许富顺，你有可能害了他们的家人。我一直都说检联这一次对于柯文哲案是非常的不要说纵容啦，就放得非常松的，财产来源不明罪事实上是可以不办的哦。法官也说，我们就是为什么他给他放出去？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说，我们这些你现在举的证明，我们就可以做所谓的一审的判决了。那其他的所谓的财产来源不明，我要不要办，变成是检察官他自己的决定哦。但是你现在如果逼着他一定得办的话，那检察官不得不办，那你是不是害了陈佩琪跟他的2个小孩 ？OK， 我要，所以他会不会告？这个箭都已经射了嘛，这个不接射下去，那其他像我们大家一定会在那边看好戏啊，你到底敢不敢去告？好，但是就诚如我前面所讲的哈，他的其实跟前面讲的跟蔡壁如的状况完全不一样。他的其实跟前面讲的跟蔡壁如的状况完全不一样哦。蔡壁如是可以随时不告，因为他的起诉书上，大家如果看到8、9页，检察官问他说是不是 WEN 是柯文哲，他说是，就是柯文哲，他还讲2次啊。但是出来讲检察官诈骗哦，蔡壁如是政治性的操作，可是陈佩琪他不是政治性的话，他可能只是要救他先生而已。如果这告下去反而对救先生有恶劣的效果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会多想，但是身边的起哄仔太多，没有真正有智慧的柯家人去帮助他。如果都是民众党人有自我利益的话，我觉得他最后还是会被拱去告的。OK， 林超，你觉得他会不会告？我觉得还要再看整个情势。真的吗？所以你觉得不一定会告？不一定会，因为也要评估后续会不会捅了马蜂窝或者什么不知道，对，还不知道，对不对？我觉得因为司法的这个侦办流程，因为很多的证据跟细节真的啦，我觉得解读的空间都还是很大。小雨告不告？我觉得不会耶，因为那个今天郑淑馨他有讲，他说他有六大所谓叫做柯文哲的免费据点。免费据点就是说柯文哲要募款的时候，包括什么医界联盟啦、医界联盟林世嘉还有义善哥这一块嘛，还有所谓的台大病房7AD 会议室，讲的就是许富凯这一块啦，好许富顺啊哈，那还有周芳如家啦，好就汉草这一块，还有什么温州街的杨冕英书店，还有北社就是凯校这一块，还有一个什么中正一分局啊。好，那另外还有深咖啡，我跟吴坤玉亲民党人。还有一块，咖啡也有。其实真的还有一块，他没有讲到，就台派大佬，台派大佬就是前几天我跟那个媒体大哥有一个饭局啊，他其实那个媒体大哥就出来讲说，如果真的要这样下去的话，他只是不出来作证，因为当时为什么他不出来讲？他说出来讲故事会很多很精彩，因为很多的这个台派的金主他们就是不愿意抛头露面了，对啦，所以才用这种方式嘛。可是当时他也是讲到说打给的东西吉他100是100万，不是100块，100万吉他后裔啊！他当时也是柯文哲拿这个布拿一个袋子装回家的啊。所以当时许富顺他也是亲眼看到说是在车上看到是拿牛皮纸袋装钱，柯文哲装钱拿回家。所以你就说这么多人都可以出来举证立例的时候，我觉得陈佩琪你一告下去，反而是激起大家都要出来作证，阿力不都嗨啊？耀明，我觉得告不告不是重点，因为大家忘了一件事情，政治现金什么时候可以收，什么时候不能收。因为一上很清楚啦，那个柯文哲2014的时候，他进办1月就成立了。那时候是不能收政治现金，所以那时候给的钱叫做赠与，就是我抖内你，那时候是不会有收据的，就这么简单。对啊。可是现在这话已经讲成这个样子了。可是在他跟民进党整合完，
整个团队出来之后，那理论上那时候5月之后，就是他的专户成立4月25，对，他的专户成立之后，理论上就是要开。所以我说，如果今天郑竹清他一指的是4月那个以前的钱，说实在也没有政治现金的问题。OK， 柯文哲到现在还没有提抗告，这个抗不抗告？这个我律师说会强力建议嘛，对不对？律师只能强力建，当事人如果不看，我们做律师也没办法。但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如果我是他的律师，明天就会提了啦。为什么？因为1月11号，对不对？然后呢，就会有一个动作，有一个新闻，然后大家就会1月11号，反正最后不管驳回怎么样的，最后因为法官已经说了嘛，要全部收案。全部都到齐，我才会。因为现在只有2个人提嘛，一个是沈庆金，另外一个是吕文忠嘛。对，现在只有2个人提。对，所以我想柯文哲提没有问题，只是说他提了要成功的翻案，我觉得难度非常高。对律师来讲，提是一个方向，但是我要怎么写？那个抗告的理由要怎么写？我觉得他也要花很大的功夫去写这份报告。OK， 好，那这整个东西你会发现，现在不是单纯司法诉讼而已嘛，政治上的氛围考量所有的。但今天有一个人跳进这个战局，叶少，我问一下，是吴宗宪委员，是他以前当检察官嘛？对，他不止批评了那个起诉书，他讲说他以前在办郑文灿案子的时候，他看了多少例这个东西，他也没有出来讲过啊。然后结果你们这个起诉书把那个柯文哲，他讲说你那个800多页到底有哪几页是跟柯文哲的案情有关系啊，或者什么时候讲了很多像这一类的东西，为什么吴宗宪在这时候要跳出来？对，吴宗宪也挺过馆长博弈产业嘛，这个吴宗宪挺白银好像不止一次了啊，所以现在挺柯文哲，他讲的还是那个1500万 Excel Pay 的这件事嘛，到底 Excel 的1500这件事情到底实际的人事实地物是什么嘛？那一直都在其实民众党一直在纠结在这一块，那纠结在这块，检察官有没有去做说1500是钱这件事情，而且有收这件事情，所以才扯出前后那么多，才引发出其他的侵占公益罪的相关的问题出来嘛。所以柯文哲常常因为自己不承认，所以反而是让他的罪行越来越重哦。如果你本来只要承认说1500就是政治现金啊，你收了啊，到哪里去了？你前面后面可能检察官就不会查了。检察官为了证明1500是钱，反而拉出了一堆人的证词，10大金主的证词。这个就是柯文哲跟民众党一直都没有认为说检察官对于柯文哲其实已经相当的礼遇了，因为我要证明1500，结果你们还纠结在这一块。好，即使纠结在这一块，你可以证明无罪吗？图利罪为什么说大半本的起诉书都在讲图利罪？210的收受贿赂，那直接到民众党的党部里面，那个还有朱雅虎的证词，你顶多是28年减个3-5年而已啊。到底跟所谓有没有收受贿赂有没有差别？还是没有差别？我觉得最惨的是接下来，如果你们继续搞检联的话，他逼着检联不得不办所谓的财产来源不明罪，那害的会变成的是柯家人。那一战，请问一下，现在看起来，刚才林涛讲说会有具代表性的人物。会去国民党代表性的人物在1月11号的时候去力挺司法正义嘛，改革司法正义这一块。那但是他们不是挺柯文哲，是挺改革司法正义这块。你觉得做得到把这个切割成这个样吗？包括黄昌讲、张丽善啦，或是有蛮多蓝营的委员表态，那说希望能够去力挺这些。你怎么看？不是啊，你们应该先挺林姿妙吧？如果真的要挺，也不是因为柯文哲，国民党如果认为司法不公、司法迫害、司法的程序有问题，林姿妙也在喊冤啊，他也在喊政治迫害啊。为什么没有国民党没有帮林姿妙办112？为什么一定要配合柯文哲的111？这很奇怪嘛！整个国民党的逻辑根本就错乱，告的人是谁？告的不就是钟小平吗？那林姿妙告的是谁？告的是民众党的人啊！所以这2个政党不断的说司法迫害、司法不公，结果呢，你们都在挺对方的人，我真的是莫名其妙到一个极点，所以我才说啊，如果真的要派有代表性的，就派罗廷伟啊，因为罗廷伟真正能够代表柯文哲啊，因为柯文哲都用罗廷伟的手机啊。来，你好，我哥基本上上的立论是没有办法对外界接受，为什么？因为纵使钟小平或是游淑慧或是任何的人去对这些案子做检举，
这些检举是他们基于台北市议员的职责，可是重点是后面查办的过程有没有公平嘛？有没有差别待遇？有没有特别针对？有没有违反司法这个侦查不公开？这才是后面这3个重点嘛。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你说，林姿妙跟柯文哲怎么对比？第一个我必须讲，因为林姿妙他没有被列为这个违背职务的受贿罪，他当然判刑是重了一点，因为他没有这一条，然后给他判22.5年。但重点来了。在整个的违反侦查不公开，还是以柯文哲这个案子最夸张嘛？因为某周刊没有每个礼拜报这个林姿妙，他就用他的司法的过程中来还原他的真相。可是每个礼拜都在报柯文哲嘛，所以这个经典的案例就是这1月11号就讲说要司法公正、司法正义最重要的精神。OK， 这边来，没有，其实刚刚林涛所说的哈。我觉得国民党要去参与，我想那是自由，好，没有人可以阻挡他。可是你今天一直讲说我们是挺司法正义，我们不是挺个案，可是他刚刚从头到尾所讲的都是个案，我感觉不到什么叫司法正义。你今天站到这个1月11号到现场，然后你要怎么去说司法正义在哪里？然后这个所谓的国民党自己刚好也有几个案子在那。我不是挺他们，我是因为挺司法正义，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应该是要把这一条线切得更清楚，否则我说真的，提问我问你怎么切，就很难啊。你们大家都是群众集会或是运动的老手了，在上面如果有人就是喊。当上面喊说那个改革司法正义或者什么，然后如果下面一堆人就直接喊阿北无罪，赖清德放人，那我如果是蓝营的委员站在那，怎么可能说这个我没听到，我只听上面那个，就是这个怎么去切得开？所以啊，就是说从国民党朱立伦宣布他们要去参与的时候，到目前为止，我们听不到、看不到国民党他参与的立论点在哪里。只有说他们支持司法正义，不挺个案。可是就像武哥所说的，到了台上，我相信那个主持人所喊的，你完全没有办法说，唔对，你讲我没让接受，不可能嘛。所以我说那一条线要切，你完全切不了。然后你现在也根本从当时候宣布到现在，我们听不到国民党到底参加的利益为何，完全听不到。包括现在，这个案子我再补充一点，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应小薇就是他们从头到尾在讲柯文哲，没有讲应小薇。不要，沈庆基也是国民党。对啊，沈庆基也是国民党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廷佩委员他觉得说我们好像没立论，其实是我们立论很多，但是他选择不看见嘛。其实很清楚的，为什么？因为这在过程中我已经提到很多次了，柯文哲的政治现金，包括他跟这个金华广场的容积跟沈庆基见这么多次面，我觉得都我们持续在检验嘛。刚才我也有漏讲任何一项，其实都没有检验该检验的个案。柯文哲涉入了多少司法案件，他自己要负责，我们也继续检验。可是另外一方面，在过程中会不会违反比例原则的司法，而且违反侦查不公开的过程中，这是全民看在眼里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立论应该是切得很清楚。那现场呢，就廷慧委员就讲啊，你现场怎么切清楚啊？现场会有我们比较这个精细的处理啦。对，我刚刚讲那个是，你知道只要是群众运动或是集会的这种过程，那个不是你能控制嘛？那怎么能够去切割的这么明显？我不知道。但是林涛讲说，反正你们一定会有想到这种状况，要去做怎么处理。但小玉，那有媒体，然后有前委员直接预估111破10万人，如果破10万人的话，怎么样？你不知道10万怎么算吗？有多少个零吗？我刚才接到一个郭正亮说的啦。郭正亮说的。破10万哦。我觉得很难啊，为什么？因为刚刚我有一个消息进来了哈，就是说针对网络上哈，就是针对111这个活动，你光是看网络声量，为什么我特别提到网络声量？因为这个声量空战对于民众党来讲是重要的哈。根据网络声量，就是说之前对于这个111游行的讨论度，你每天呢平均还有4400条左右但是呢，其中在12月26号就是譬如说柯文哲的粉丝页质疑
政治追杀、知法不公，当天还有破万，可是后来呢就开始一直掉下来，一直掉下来，到现在大概只剩下3000多。好，那唯一有稍微起来一点的是朱立伦支持民众党那一次，那其他的这个声量又开始掉下来。好，为什么我特别提到网络声量？因为我再次强调嘛，因为那个对于民众党来讲，他们是透过网络来号召啦，哈，所以你可以看说讨论度，就是说这个第一这个就是说什么司法迫害讨论度这个部分，为什么突然声量掉下来？其实最主要大家会认为说，你的这个司法不公的这个论述啊，你在一般的民众跟社群之间这个发酵，这个护航力还是有不足。因为你一直在强调司法不公，司法不公，你唯一就是说可以去讲的是说，那为什么在侦查的时候看起来是司法大公开，就大家都有得到讯息？当然，你对我们记者来讲，我们巴不得每天都有独家。对，你知道，我觉得现在超好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各台保密的要命。大家有的台有拿到891页的那个起诉书，就都不肯拿出来，不肯拿出来，然后就说随便翻一个起诉书，说上面有谁想讲什么，然后请你评论。我想说，你也让我看一下嘛，见鬼了！我怎么评论？就突然拿出一个什么李文忠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说请你评论，然后我就想说，这怎么能够评？因为我没有看到上下文啊，你要怎么评论？对啊，那所以这个就我的意思是说啦，你说司法不公，你真的只能讲说这个好，你说有些东西有没有侦查不公开，对，有没有侦查不公开？那其他什么金华城、图利啦，好，你说金流，但是图利的部分其实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好，那换一个角度讲，那这几天因为林炳文。林炳文，那民众党也直接讲说太可笑了，柯文哲被压成这个样子，林炳文崩了一个人就不见了，然后还可以发个脸说事情办完了他就回来了。他们把这个也摆在说，那你们告诉我解释一下，包括要法务部长解释一下这个怎么解释这些林炳文这一段为什么会突然蹦出这个样？林炳文他当然是昨天突然连发4篇文嘛，对啊，那大家当然就网络上觉得超北宋啊，就觉得你个通缉犯你还可以在那个网络上这边呛瞎啦哈。那我觉得几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民众党你要来抨击这件事，你要说这个什么司法啦太烂了这个意思就是你都针对柯文哲，那林炳文这些你们就这样。对。那橘子呢？橘子不是同样也是通缉犯吗？那你为什么也不叫他回来？你一方面叫林炳文回来，通缉犯橘子你就不叫他回来这个是我觉得就双标嘛。橘子没发文。橘子没发文，橘子4个月来，他什么声音都没有他澳洲上战，对。林炳文的发文的频率是只比刘静怡了，你知道吗？这频率一直发，2个小时半天4篇，对，但是一直发一个通缉犯。对国内来讲，对于包括你说对法务部啊，对什么一定会觉得不是你被通缉，然后你发文这样的话。这真的情何以堪啊！你知道吗？当时林炳文发文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我皮出来，因为我以为他在讲我，然后因为我在讲，我是爆料那个王浩宇讲的那件事啊，就说林炳文不是跟王浩宇，因为我当天有打给王浩宇啦，他就说因为林炳文超不爽的，他觉得说那个柯文哲跟蔡壁如好听一点啊，是说找他募款，难听点找他要钱，而且他的那个募款的方式不是说去找到什么88会馆那个，他是直接到林炳文那个松山车站旁边的那个办公室，私人的办公室，直接去找林炳文，然后就跟他募款这样。那包括什么蔡壁如说什么有募款责任额，他也应该是有抖内给他啦哈，有没有真的给我不晓得。那还有就是说林炳文超不爽，他是说那这个像是88会馆请客这件事情，就是管中闵的那一次嘛，那个林炳文就还讲说柯文哲连场地费都没有付，他还讲说连郑文灿都不敢，就柯文哲连场地费都没有付。好，那其实坦白讲，林炳文是一个海派的人，但为什么他要这么不爽的一直跟王浩宇抱怨？他认为说，那柯文哲你一边跟他要钱，但是一边你又放任黄国昌一天到晚在骂他。柯文哲，你一边跟他要钱，但是一边你又放任黄国昌一天到晚在骂他你不够被修，够被没，够被修，够被没你不就是什么里子面子都被你拿走那就好了啊？所以他觉得很不爽，他在跟王浩宇去倒追嘛哈。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说林炳文他不爽是徐巧芯啦，因为。他看起来他就是徐巧芯前几天不是 PO 了一个一个图片嘛？其实那个是大概是5年前的事情嘛，哈，不是5年，不是2022年5月，那就是2年多前的事情了哈。那个也是在一个那个什么会馆嘛，一个 PG 透那个对啦，又牵扯到现任官员嘛，就讲到梁文杰嘛，现任官员就梁文杰嘛，今天那个那个林楚英也出来这个比战嘛。好，总而言之这不管。那他看起来为什么他就是不爽徐巧芯嘛？就是
就是你把这个照片拿出来。我觉得他不爽徐巧芯之外，其实他是不爽把那个照片拿给徐巧芯的人啊。今天我就直接讲嘛，今天那消息来源直接跟我讲说，那个就是你们国民党的那个陈茂嘉。陈茂嘉是谁？陈茂嘉是有代表国民党去选新庄的立委，跳火圈那一位。立委还记得吧？2015年9年前，然后现在跟国民党已经没有关系了。因为9年前他代表选完之后跳完火圈，他人就不见了。所以，然后你要说他代表国民党，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地方亲公的一个，就我们讲的会员。然后那时候代表国民党，然后结束之后这9年也没有任何互动，然后也不是现任的中评委。所以如果现在绿营要拿任何林炳文，他的策略长是什么阿嘎？这阿嘎是国民党的谁？他是阿嘎就是陈茂嘉嘛，就陈茂嘉。他的意思是说，因为陈茂嘉当时是 PG Talk， 他的那个他不是要发展一个 PG Talk 一个网络嘛，他的执行长嘛，那他觉得说，那国民党你好，就那个陈茂嘉，你拿我的薪水，结果你现在又把我的照片，然后拿去给徐巧芯，然后让他去做文章啊，喝酒吃饭又怎么的吧，怎么样？反正这个对啦，那我会觉得说，可是我觉得他讲了一句名言，你再这样下去的话，我就鱼死网破。说实在，我觉得这鱼死网破4个字是讲给白银听的，或是对。或是讲给蓝营听的，对，就是这不是讲给蓝营听，就是讲给白营听，不讲给绿营，因为绿营没有对他怎样啊？因为看起来他的意思是说，他蓝绿都交好嘛，都有朋友，而且都有金钱上的斗内嘛。那如果说如果大家再这样子逼他的话，那也许大家就鱼死网破。他有没有想过鱼死网破是什么意思？对我觉得鱼死网破，因为我觉得，因为昨天晚上啊，基本上大家不知道，我10点回家都在看林炳文所有他现在的政商金流的关系。我要跟大家讲，88会馆是个大黑洞。之前呢，我要先讲一下林炳文跟徐巧芯，因为你看他们2个昨天就是嘴来嘴去，一个通缉要犯在国外可以每天跟我们的国会立法员嘴来嘴去，他也太厉害了吧？那我们的 CIB 局长是我们的刑事警察局都不会追他的 IP 吗？他一直发文呢，一直然后直到为什么他现在把他脸书关起来？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去 take CIB 刑事警察局，所以他就把他关起来了。那所以很奇怪嘛，因为他说徐巧芯说你不逃避，那你人在哪里？弃保检逃不逃避你就回来面对嘛。结果林炳文就呛他，我要回来的时间是我自己定的，什么是你讲了算呢？你现在是通缉要犯呢？确实抓不到他，对啊，然后今天我们这些检政跟法务部说，对啊，你赶快回来，你自己定个时间，赶快回来。所以我们台湾的司法到底发生什么？司法说欢迎回来，欢迎回来，不是你赶快要去追他的 IP， 抓他在哪里了？他一辈子不回来，你又拿他没辙，所以会让台湾民众觉得说，为什么柯文哲来办，然后你可以压他成账啊？林炳文300万，你连电子脚镣都不给他动，他就跑出去。所以我们就回来看一看这个88会馆。我必须要跟5哥借一点时间，因为前天的黄国昌他开一个直播，里面刚才我们镜面上那一个在梁文杰旁边唱歌的那个人，那个叫做黄国杰。也就是说，88会馆其实是郭哲敏集团跟林炳文一起开。然后呢，这个集团后来在内湖又有一个叫做69会馆。然后黄国昌的内容就是说，梁文杰旁边这一个人是黄国杰，那黄国杰是谁嘛？他背后可靠山是谁？黄国杰就是当时候88会馆郭哲敏集团，他找了黄国杰跟泛亚集团的张子文跑到巴德去买农地。所以后来我们不是说郑文灿去瞧站子吗？G101站从右边瞧到左边，然后刚好他行设在他的容积奖励里面嘛，太厉害了！一个世界上博弈地下汇兑的集团，竟然要来种菜。竟然要买农地，不可能嘛！所以那时候我算他2年赚暴利31亿，这是大家都感受很深的。后来昨天晚上我去爬梳了一下，黄国杰跟林炳文，你知道吗？林炳文当时候到桃园的时候，跟郑文灿在海场唱歌的那个画面，那个场地刚好是黄国杰开的皇家维廷会馆，的 VIP，然后呢？林炳文又跟这个郑文灿，他又质证给他很多这个医疗用品，然后平常都是林炳文、郭哲敏跟张子文，还有刚才讲的黄国杰，从巴德草农地案一路到桃园区所有的土开案，就是这一批人。然后你要叫大家怎么相信你这批人？你的意思是说跟蓝营没有太大的关系？你是要说林炳文跟绿营的关系比较好？对，然后我要讲说林炳文跟这个黄国杰好，我必须讲。蓝绿白都有可能有人参与其中，我没有要讲说今天就是把这个蓝营或白营划分。我要讲林涛，你骂林炳文我没意见，你骂郑文灿我也没意见，但是你帮柯文哲讲话，我有意见。我没有帮他讲话，我要讲，你刚才讲说检调对一个交保人对柯文哲这么苛刻，然后林炳文竟然让他放出来。
真正嚣张的是谁？就是你柯文哲。柯文哲交保出后干什么？人家直播发了4篇脸书文呢。柯文哲直接开直播，谁比较嚣张？不是，柯文哲比较嚣张吧？医生，你为什么帮林炳文讲话？我们没有帮他讲话。你说他只是发4篇文，他如果林炳文你们骂成这样，如果林炳文你们骂成这样，你应该跟橘子比，你不是跟柯文哲比啦。就不要说柯文哲可以开直播，所以不要说剪掉把柯文哲再还押土城是错的。如果剪掉要去追林炳文，我没有意见，应该要骂，赶快抓回来。但是不要说剪连对柯文哲还押土城是不对的，因为他还开了直播。另外，我再讲完一个人，叫黄国昌。黄国昌，你也不要那么嚣张，说林炳文嚣张，最嚣张是你黄国昌一逃杀3世。为什么叫一逃杀3世？透过林炳文的出逃，杀了谁？杀林炳文嘛，他一直在骂林炳文嘛。我刚才小月有讲啊，林炳文为什么不爽？不爽就是不爽你柯文哲假嘛卖啦，特嘛卖啦，钱嘛卖啦，下面都卖了，大家叫黄国昌给他卖啦。他是不爽，不是不爽你们国民党啦，不爽你黄国昌啦。我的结论，那你先让我讲完。黄国昌为什么一逃杀3世？他就是不断的骂林炳文，因为杀了谁？可以杀柯文哲啊，可以杀蔡壁如，这才是黄国昌的目的。他难道不知道他骂了林炳文，柯文哲跟蔡壁如会出事吗？他就是要柯文哲跟蔡壁如出事。OK， 我只有一句结论了。我刚才讲了这么多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郑文灿当时候在讲说，你怎么案子被压了7年，然后林炳文300万交保不用电子脚镣，然后呢，林炳文、张子文、陈世坤、郭泽敏、梁文杰，我就一一点名，然后郑文灿，你们这些新潮流系在88会馆、在69会馆，到最后搞成什么样子？搞成88会馆成为台湾最大的黑洞，因为所有的司法跟警政跟政界的高层，竟然可以在这个会馆把所有事情瞧掉。伟航，当听到鱼死网破4个字，意思是某种程度是隐含说，如果要我手上一定有很多的东西，我不管你是哪个阵营或者什么什么，那我就全部都弄出来的话，一定会死一堆人，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呢，这个我想啊，这个林炳文出来啊，除了我们时代力量啊，可以看戏啦啊，其他党啊，跟过去跟他碰过面的啊，多少都有点压力啊，鱼死网破嘛，谁知道他这个网有多大？就是他一下把所有东西丢出来，比如说现在有一部影片。但他自己会不会有更多部？大家说88会馆也有装摄影机，黄国昌拿到一部分，所以才打到警大校长陈如文嘛啊。然后同样的片段一定有更多内容嘛，所以许多政治人物出入就去过的大概都有资料，我就把全部上网云端，大家自己去看啊，跟起诉书一样，大家看好看满看到爽，要挂一起挂嘛，我就永远不回来，反正我有钱。好，那当然这是一种玩法，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就是你们好自为之。你们就是有点像你们谁没收过我爸爸钱的那种感觉。你们谁没有跟我谈过募款？谁没有来过我的地方的？然后当然是没关系啊，没来过当然没关系啊，有来过的，像柯文哲，像现在又被我必须要讲掉，黄国昌在打林炳文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去民众党。但是那个时候打的时候，就把柯文哲都一起打下去。但是现在黄国昌跳到民众党那边去的时候，他就意外必须要去扛林炳文的这一块，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人家就问说，那请问柯文哲跑去那边白吃白喝，这个部分大家都说白吃白喝，这个部分你要怎么看？你要怎么解释？你要不要稍微处理一下？所以柯文哲那次88会馆所有去的那次，柯文哲，因为我记得以前在讨论，对，我记得大家有在讨论说，那到底谁买单？对，就如果要是你是不愿意跟这人沾边的话，就算去了那个地方，那大不了就是因为市府那时候还是嘛，就自己买单。可是对自己买单，从刚那听起来好像是没有买单，没有买单啦。但是我今天也听到一个说法，就是林炳文自己把账吞下来，就是他买单了，但总是要付钱嘛，当然老板自己买不难呢，这8碗饭嘛，他。再来就是蔡壁如有去募款，过去的新闻啊，蔡壁如有去募款，那甚至相关新闻连带说，陈世忠之前也有收过，但后来拿去退了，什么巴拉巴拉的这些很多。其实现在鱼死网破，其实就是像这种东西，过去都没有林炳文方面的证实。那如果前面小玉姐讲的，如果是阿嘎把东西放出去，然后林炳文是很杜赖阿嘎的话，那要放我就全部放啊，对不对？你会放我不会放吗？我自己还放还不是更爽快？这种做地下事业的人最厉害的就是这种威胁嘛，所以现在大家就是你先爆出来，我会觉得搞不好还比较好一点，先爆先好。但你现在
还没有陷进来的人，他放这个出来，意思就是你们大家都不要追打。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压力会被转到包括国民党还有民众党的身上。对，姚明。我至少我跟林炳文总裁吃过饭。哦，你不用自首啊，因为你没有说你不是跟这个人。我昨天在他脸书哦，就是他那个即将关闭之前，我就说林董，我跟你吃过饭，我记得，我就留了这段。结果他的脸书被关起来了，所以没有，那个是2018年，那个时候当然现场蓝的绿的都有啦。其实不是在什么招待所，不是那个是主揪，也不是林炳文，他是来的一个宾客之一啦。只是那时候呢，换了名片，我一看那个名字，因为我是棒球迷，一看这个名字，棒球迷就知道，我就想到米迪亚暴龙，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那他的名片上面那时候是金星集团，是澳门的赌场的这个跟西米华一起开的那一家。对，所以我知道他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那时候他红是因为后来他红是因为这个彭恰恰，他帮这个彭恰恰处理债务的问题。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只是说见识到了一个这个重量级的人物，但是没有想到他在这一波居然会用到这种所谓的，我觉得他潜逃的这一块就他发文的脉络比较特别，就是说他好像一副司法是他在控的那种感觉。我什么时候要回来？我自己决定。你们谁可以这个帮我处理吗？哈，你们少来。我觉得那种口气。不愧是绰号老麻的大哥。那当然他也有讲到他过去犯了一些错怎么样？他难道不能更生？没有说可以呀，没有问题啊。但是现在你又卷入了另外一起的司法案件，那你就好好处理就好了。而且我必须说，我们的新北地院对他很宽容。他从发现他出境到他还给他了20天的时间，让他回来之后才通缉。所以包括你说像最近有人就发现说他手上，因为他最近有一系列照片说他是疑似在这个柬埔寨拍到他，那其中他手上拿的不是中华民国护照，可见他可能是有另外一本护照，所以他可能也不怕被护照被注销的问题。而且对于以他的身家易来易去这样的人，所以真的他逃出去我必须说，恐怕除非他自己愿意回来否则恐怕。只要我们的官方真的恐怕也只能欢迎投案，真的拿他无能为力。OK。我们的官方真的恐怕也只能欢迎投案，真的拿他无能为力。OK， 因为姚明为什么刚刚讲说好？你说你自己先声明，你有跟他吃过饭，我就讲说不用啊，因为谁跟谁吃饭又不是去做犯罪行为，不管到哪。柯文哲为什么会涉及到，譬如说88会馆很多这些，是因为那时候他说财团刀叉吃人肉，所以当你到了桃竹影园，大家就会说，那你为什么要去？你知道，就是自己把自己给绑死的那个概念。当你讲蓝绿都是垃圾的时候，那你就不要做很多蓝绿的政治人物会做的那些事情。所以不该去的地方就吃饭。如果蔡壁如讲说柯文哲以前在台大医院连那个厂商便当他都坚持要自己付的话，那到那一拖去吃饭，那个地方吃饭一定不会便宜嘛？对，那就不太应该是人家买单。我就是说，对自己的言行把自己整个绑死以后，所以姚明这跟你没有关系，好吧？也不知道这些跟谁吃饭怎么样。可是因为这个问题就在这，所以讲到很多就是当他自己把自己的讲完，然后到现在回头大家再去检视，当有人出来说鱼死网破或什么时候，你就不知道他手上有什么。对柯文哲他们来讲，连去吃个饭都被他拿出来检讨了，一定是这样，因为你以前讲的跟现在做的，一定是大家会检视的。其实柯文哲真的就像武哥所说的，他把过去自己抬高调，然后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我绝对不跟厂商吃饭，然后我绝对不跟任何的财团有接触，然后呢，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清清白白，而且呢，对于所有的一些财团啊等等，就是好像不与他为伍的那个感觉，可是。当88会馆的事件出现之后，那么也确实柯文哲有去，那他也没否认，他这个也是之前的这个新闻嘛，他说陈复88会馆，柯文哲说最好不要请我吃饭，因为5分钟就吃完了，什么都不知道。那表示你有去，你有去，那知不知道只有你知道。当然这个部分没有人不可考。可是证明你去过，那这跟过去就像武哥说的，蔡壁如说的，过去的柯文哲是连吃便当开会都要自己付钱的，那怎么你会去88会馆？那到底谁付钱？那当然就又开始又讨论一番了哈。
那你说，其实我也认为，在林炳文事件，我觉得我们的法务部这个责无旁贷啦，卖过去该追就追啦。通缉办可以去做这些动作。说真的，这个已经逾越了，逾越了就逾越，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觉得不要去做任何的解释，越解释你只是会让大家觉得会有标准不一的状态，甚至是会有觉得说，那是不是任何司法现在会因为人而有所转变？我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这个跟过去我们说对于一个通缉犯可以做的，这已经超越我们想象的空间。通缉犯一定都点点嘛，因为你就是跑出去了。对，当然更不希望让大家知道，橘子就是标准，他连一点声音都没有，那个是做到最极致的一种。对，但没想到当你发文章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啊，这原来可以这样发哦。没有，就发文章表示你一定可以追踪到他在哪。那可以追踪到你连橘子都没有发文，你都可以说我现在锁定了他大概在哪里，然后呢有可能怎么样，在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哇，你这些都可以有这么多的揣测跟说法。那更何况是一个通缉办，然后一个是有发文，那这个是不是更能够追踪？所以我在讲说，其实很多事件，尤其司法，真的不能有模糊空间，或是暧昧空间。这个是我必须提醒的哈，因为这确实是今天我到这个在立法院的时候，刚好遇到有一些记者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大家在讲我说，如果依照这个，如果通缉犯不论任何人，我不是因为他是林炳或是谁，不是，是任何一个事件通缉犯，他就应该被非常高标的管束。然后你今天高标管束之后，通缉犯今天你都已经，在拦检如果有资料，你都可以去抓到，更何况是在脸书有资料的部分。所以我还是认为说，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杨明是，那今天黄国昌有直接执行另外一件事情。说那吴乃仁在一个地方聚餐吃饭，当然也是高档艺人餐厅。对，那重点不是他要吃什么，其实都 OK。但是席中他是说有5、6个检察官在做。对，然后法务部长他们是直接讲说北检要行政调查。现在，其实这个有去参加这一场参会的检察官，他透过管道啦，就是让媒体，应该也有媒体的朋友，他去还原这场参会。这参会其实是这个北检那位这个徐姓检察官他约的。OK， 那本来是说是几个检察官的年终聚餐。一般我跟你讲，司法系统包括法官跟检察官，很多都是大家要吃饭就自己人吃一吃。我知道的很多法官跟检察官，他们是因为不想把生活变得太复杂或者怎么样。但是呢，也许他们本来有一位。因为是一个中介公司的这个老板应该是可能本来有这位他要参加，然后就有这一位他又找了吴乃仁找了乃公去参加好，然后就在这个中山北路上面这个米其林有星星的这个私厨料理那因为他是在包厢包厢的低消6万。好，然后呢，那天大概就是八个人左右了6万。然后还不含1成服务费还要再加1成服务费所以那个黄国昌为什么说6万餐费谁付的就是因为他的包厢低消就是6万。那一场餐会他是这样，他们是说他们不知道吴乃仁会到，是吃了一半大概30几分钟，几个检察官突然发现一个美女秘书搀扶着吴乃仁进到会场，进到现场，他们才知道原来有他就是本来有一位陈董了然后呢，所以后来这位乃公也到现场了，然后呢，现场他就说他们也很讶异，可是呢也不知道要跟这个乃公聊什么所以呢就可能就是闲聊了，他们就说都在讲什么退休生活啦什么怎么养生啦等等的，但是我必须讲就第一个是因为这个餐厅确实是比较昂贵的，对他就算你没有去做所谓的包厢，基本一个人的消费是7000这在台北其实是很高的，也算高的，而且呢，重点是你还不见得订得到，它很难订所以要有关系人才订得到。好，
所以这一场参会，目前法务部是说他们会去做所谓的行政调查，会确认说里面有没有一些所谓的不当营业的部分。那其实最关键是，其实大家在意的一件事情啊，谁买单？所以我想这个就交给法务部好好的来查。OK， 好，那大家会等着就看法务部接下来行政调查到底会是怎么样，尤其像牵涉到不管是检察官、法官这些，因为我知道了，平常他们大家都喜欢就是自己人，然后那就自己人，因为你只要让他们也可以有自己人的社交嘛。可是，一般都在这方面会蛮注意的。好，那接下来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盯着，那包括行政调查会怎么样。可是对国内来讲，国内政坛我不知道，除了1月11号，然后早早会大动员，然后要定国旗这个以外。你有没有闻到每一次的立法院感觉上每天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那种感觉？那不讲多了，光第一个就是大罢免会不会真的2月1号真的国内进行大罢免潮？那小雨，大罢免真的会来吗？2月1号？如果你又要开始看这个数量的声量的看起来最近的这个声量是有走下坡的一个趋势啊。你看当时是在最高的时候是陈时中嘛陈时中也呼应了这件事情，整个声量起来，但是后来你看最近的这个新闻声量又开始往下坡了哈。那我必须讲就是说到底有没有就看起来现在看起来国民党跟民进党这边呢都有内部矛盾的问题嘛。比如说像昨天赖清德的那个赖主席的说法，你也看不出来到底他是要挺还是不挺。可是因为林右昌有稍微加点码，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就开始全面对抗的话，那要怎么样子的来执政呢？哈。2月1号真的国内进行大罢免潮，那小雨，大罢免真的会来吗？2月1号？如果你又要开始看这个数量的声量的看起来最近的这个声量是有走下坡的一个趋势啊。你看当时是在最高的时候是陈时中嘛陈时中也呼应了这件事情，整个声量起来，但是后来你看最近的这个新闻声量又开始往下坡了哈。那我必须讲就是说到底有没有就看起来现在看起来国民党跟民进党这边呢都有内部矛盾的问题嘛。比如说像昨天赖清德的那个赖主席的说法，你也看不出来到底他是要挺还是不挺。可是因为林右昌有稍微加点码，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就开始全面对抗的话，那要怎么样子的来执政呢？所以看起来这个党的秘书长是有踩点刹车。所以老柯不是讲要罢41席？对，可是昨天赖主席的那个谈话，他当然感谢老柯啦，可是他说还是先走完所谓的宪政程序嘛。那至于这个罢免是尊重民意嘛？有就是先把宪政程序走完以后，因为宪政程序大家应该也知道走完会怎么样嘛。就走完还是一样过啊，对啊，那还是也许到宪法法庭啦。可是我觉得这个跟罢免是可以两面并成的啊。你可以行政你走你行政的但是罢免走罢免的啊。可是如果说是党的秘书长都下来定调说，现在看起来我们没有要全面开战，那如果开战的话，那你说这个要怎么执政？我认为这个部分有稍微踩一下刹车。但国民党也是啊，国民党不是赖士葆出来讲后，然后后来38席，对啊，结果后来看起来那个傅昆萁就说没啊，因为王宏威不是也说这是赖士葆自己个人意见吗？那朱立伦看起来又很紧张，又赶快找这些这个来开会，然后说什么要以罢制罢，还是要做好全面的准备。所以我认为说现在两边都在校正啦。那你要是问我的话啦，我那可能又有人出声说我是绿营。可是你要问我的话，我还是觉得我觉得应该要罢啊。那我认为说民进党的部分现在就名气可用，现在看起来国民党这边蓝白联手一直通过那些骂烫法案，你从财化法、老人福利法，然后一直到这个老人福利法还没过还有这个军公教啦，军公教这个先是警消啦，先警消啦，会有军公教啦。就是你如果一直这样子，一直在那个国库这边一直挖钱，你又讲不出什么，我就当然讨好这些族群嘛。可是我认为说你民进党你不能一直让他拉着鼻子走啊。可我最后要论述是说，我强调我觉得不用去全面罢啦，因为政治现实，你说徐小新你真的再怎么样仇恨值高，你也罢不掉他，傅昆萁也是一样嘛。所以我觉得不要多，先锁定3席嘛，你就锁定3席，你觉得你罢得掉的，那你罢得掉之后，因为为什么是3席？因为你现在民进党是51嘛，那国民党是52+2嘛，你罢掉3席，你至少先把局面先扳回来，你至少民进党
党你可以先维持一个多数。当然啦，你可以说国民党还是可以跟民众党合作，可是我的意思说，你在民进党自己多数的层面上，你可以先罢掉国民党3席，你先抢回多数，然后再来，你至少对国民党有一种警示感嘛，你就是恐吓他一下，你不要那边一天到晚给我那边乱提法案啊。我觉得还是要这样做啦，不然就是说，如果说你再不这样做的话，那你会很容易重蹈谢国樑的那个覆辙。今天还有朱立伦要找谢国樑去跟这些立委讲说，你们不要怕，这个已经有一个成功的例子，要叫谢国樑帮这些立委上课。那我的意思说，你不是，如果你真的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说，你民进党就等着被国民党看不起好了。请问一下，宪诉法复议，然后现在是好像在野阵营是不让那个总统泰院长去做复议的报告嘛？那复议大概的结果，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会是怎么样。都知道。所以对你们党里面来讲的话，现在到底你们的党里面态度会怎么样？领导点一下回应一下，你们党里面现在态度是不是都像小云讲？来，丁飞。其实因为我也算资深，那一天我跟淑芬在算说，哇，这个从这2008年27席，现在留到这里，大概真的就是手指头算得出来哈。所以其实从那时候到现在哈，你会感触很深啊，就是说。这样一路走到现在，看到说国民党其实你可以有很多的议事攻防没有错，可是为什么你要那么照进？就是说今天即使你提复议，明知道不会过，那你为什么不让卓荣泰院长去报告呢？报告完然后就让他复议还是不过？对，那是程序嘛。就是说你起码让这个行政院院长，然后去表达说我为什么要复议。把程序走完，可是你就说，我都不要你报告，我就是标卦就是要你输，有需要这个样子吗？我觉得说，其实在议事攻防很多时候，国民党或许可以得到更多比较好的一些人民对他的一些支持，可是他自己又破了，又破了，就像这一局一样，所以当天其实我们看到党团协商的时候，然后来跟我们讲，我们在开党团会说，哇，国民党坚持不让这个卓院长报告，就是礼拜5我就是表决让你，我多数就让你那个直接封杀。那早就知道会封杀了，那你今天没有完成程序，让民进党又更有理由可以说。然后又更有话讲，然后去诉诸更多人民的支持，何必呢？我是觉得说，真的我不知道说现在到底是谁在帮国民党做一些这个幕后的一些规划，然后怎么会让我们一直以来从这个之前的所谓的鸟笼式罢免，然后再到宪诉宪法诉讼，然后再到财划法，然后一天我就是硬要通过3个，其实3天通过3个跟1天通过3个有什么差？秦飞，如果一路还是这个样子的话，你觉得其实就是你们党里面的态度没有？其实我们党鹰派没有。其实我觉得罢免在我们的立场，那本来就是人民的力量。何必呢？我是觉得说，真的我不知道说现在到底是谁在帮国民党做一些这个幕后的一些规划，然后怎么会让我们一直以来从这个之前的所谓的鸟笼式罢免，然后再到宪诉宪法诉讼，然后再到财划法，然后一天我就是硬要通过3个，其实3天通过3个跟1天通过3个。有什么差？秦飞，如果一路还是这个样子的话，你觉得其实就是你们党里面的态度没有？其实我们党鹰派没有。其实我觉得罢免在我们的立场，那本来就是人民的力量，民间社团他们认为看不过去，他们的一个反制。那我觉得说今天因为柯总召所讲，我媒体问我的时候，我说其实因为国民党跟民众党现在所有的策略就是那种强压式的，所以民进党一定要有100种方式、100种套路，然后来对付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强压式的态度。所以本来
总召所讲的是一个可能性的，并不是最后。那其实罢免谁都知道，最后是诉诸于人民的力量，而且也是民间团体去做一些动作。就算赖士葆今天喊说38席，也不是国民党可以做的，他也是要由这个国民党的一些所谓的一些民间的力量去发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只是现在在政治的一些互相对喊而已，我觉得最后还是人民决定。所以现在是拳击赛开始以前，然后那个选手都先喊我3拳口斗你，我什么的，现在是这个状态。对，五哥基本上罢免的议题，因为刚才我跟阳明哥已经握过2次手，不用握在第3次嘛。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为什么我们看到这整个大罢免，听起来陈廷辉委员看起来是民进党里面的鹰派，因为说真的，民进党里面的局域跟南部的立委跟北部的立委看起来意见是有充分的不一样，因为南部觉得稳嘛，北部觉得不一定稳啊，干嘛要发起这个大罢免时代？那其实你可以看到以基隆的案例，当时候民进党也说我们要躲在背后尊重公民团体，结果公民团体在 Threads 上，青鸟在 Threads 上面说民进党都没有进来帮忙，就变成2个混杂的状况。然后呢，在基隆，民进党也各自这个我们讲到节奏不同，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基隆的案例告诉大家什么？罢免对基隆的民主发展跟市政发展是有害的。然后当时候他们拉起了罢免的原因，是因为东岸商场跟大日也5次败诉败给基隆市政府，所以那个理由是不存在的。那所以如果这样子过去拿一些不存在的理由要来罢免基隆，你现在要把基隆罢免案复制到全台湾各地，请问人民会接受吗？等一下，你跟阳明根本不应该会有意见不同，你跟小玉应该意见比较不一样。对，我跟他刚在你旁边就直接说应该挑定你们几个人，然后就直接罢。对，所以我现在才发现我们才是要把他的人。所以我的结论是什么？我的结论是说，国民党，因为昨天我也了解到，国民党不管是主席还是秘书长跟这个党团3长已经做充分的讨论了。就是在这个大罢免案，国民党绝对不希望看到台湾从2月1号开始一个大罢免时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你们不发起的话，我们就是在立法院民主做主票等票来做投票，这就是民主的争议。可是如果民进党在看到这个地方财划法过去你们支持，现在我们通过，然后行政院又一直不提自己的版本，民进党也不提自己的版本，然后大家还再有意见的话，那基本上民进党想要故意往后退，让公民团体又发起这个大罢免时代，那国民党不会让了。如果今天是民进党透过这些公民团体再发起这些罢免时代，以战止战，以罢止罢，这就是我们的立场。来，一战最后30秒。立法院是一个交换的场域，如果只有鹰派就打起来，就只有打而已。所以通常是核战2手策略，但是我要看到是民进党是有核战2手策略，包含跟公民团体的所谓的罢免的合作，说我透过罢免来做一个压力，让希望能够透过复议案也好，或者是总统的所谓的院际协调学，让你们知道说外面有一些声音，让国民党的鹰鸽派可以抬头，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国民党鸽派在哪里嘛。国民党的朱立伦是鸽派吗？不是嘛。国民党的卢秀燕是鸽派吗？不是嘛。国民党的韩国瑜是鸽派吗？也没有看到韩国瑜有鸽派的行为嘛。我不觉得说所有的国民党的提案是不对的。OK， 比如说警消是不是特别辛苦？是特别辛苦，但是有没有一个合理的替代率？不要一次拉高到80%，这个东西叫做和嘛。所以大家可以谈，如果是这样子，大家可以谈的情况下，那你就让复议案过嘛？复议案过之后，所有的立法院可以重新再谈嘛。但是国民党看起来就是复议案不要过嘛，所以行政部门只能又送到市县，甚至是到最后发动所谓的大罢免。OK， 2月1号真的会有所谓的大罢免吗？那立法院你可以想象得出来，立法院应该还是维持你我所知道的立法院这样的一些的运作。那未来到底会是怎么样？那对国人来讲的话，包括柯文哲主席的所有相关一些案子，1月23号要开第1次的庭。那但是在11号。那到底小草会是什么样一些的状态，跟国内的政治生态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影响？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